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Ian。那这几年林业署，也就是以前的林务局，配合行政院的开放山林政策，全面解禁高山林道，以管车不管人的原则，开放辖下的81条林道。那 MTB101身为一个专业的登山车频道，Ian就去网站下载了所有林道清单，想说是不是要来全部骑一遍？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之后，发现真的要挤满这些林道，可能还需要多准备一台公路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这个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。那在解答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搞清楚什么叫做林道。那根据林业署的定义，所谓的林道，简单说就是用来开车上山砍树，再把树载下山的伐木产业道路，所以是林业车行道路。那最初用来伐木的林道，经过产业变化，曾在1983年最多高达285条，那演变到今天只剩下81条。但是林业署定义的林道，跟登山车社群所说的林道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在登山车社群里面说的林道，也就是英文的 trail， 是林间步行小道的意思。这里会提到英文，那是因为台湾有关登山车运动的资讯，目前大都还是从英语世界而来。那如果讲英文的 trail 就很清楚，就是林间小径。那像林业署的林道，在英文可能就是 logging road、service road 或者是 access road， 也就是工作用的车道。那这样子的历史车道，在国外的滑雪场或者是牧场就很容易看到。曾经有朋友说想骑林道，结果Ian带他去骑林道，当场我就变成了坏朋友。那在推广登山车运动带团的时候，也是有碰过来参加的朋友，以为要骑林道，结果是骑林道，想象跟实际状况不太一样。所以为了避免误解，现在我跟新朋友聊天，问他骑什么路线的时候，都会跟他确认骑的是哪种林道，以免一直被当坏朋友。但言归正传，关于这81条林道会有一系列的节目。那今天第一集就先概览一下所有林道的分布还有状况。那接下来的节目就会一一分区介绍。还有这几集节目只是很粗浅的资讯，而且台湾的山是活的，时常有崩塌，所以资讯上如果有错误或者是过时的，还要麻烦大家在留言处补充说明，并且留下出处，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搜索到正确的资讯。那目前从林业署下载的资料中是有81条林道，但是如果你去官网看每一条林道的介绍页面，你会发现多了100、120、130，这3条路线不在清单上。那如果知道这两者差异的朋友，麻烦请在留言处跟大家讲一下。那从下载的档案里面得知，台湾林道的总长度共计1645.8公里，柏油路面280.9公里，占17.1%，水泥路面384.9公里，占23.4%，砾石路也就是 off-road 980公里，占比高达59.5%。但是总长度的1600多公里还包含了断掉的路线长度，中段的路线总共542.6公里，占比33%。那断掉路线应该都是在尾端，并且要铺柏油或者是水泥，一定是从林道的头开始铺。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断掉的尾巴全部都是砾石路，那把59.5%的砾石路减掉断掉的33%，就剩下还能用的 off-road 长度有26.5%，大概是360公里。那以上这些数据都是从林业署的资料中计算来的。不过林业署的林道使用方式分类，不是车型就是步行，其实看不太出来到底适不适合骑登山车。讲骑登山车的意思是用登山车骑在 off-road 上。Ian觉得用登山车骑柏油或是水泥，实在是既无聊又没有效率。那虽然林业署有的路线也叫做林道，但都是柏油跟水泥已经铺好铺满，那这种的就去过一次就好，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用去。那除了从清单资料上真的看不太出来到底适不适合骑登山车之外，档案中的资料可能与实际状况也不太相符。比如说屏东的大汉林道，档案显示将近有24公里的砾石路，但实际上已经全部铺满了水泥，你甚至还能用 Google 的街顶图走到底。所以为了确定这81条林道里到底还有多长的 off-road 适合骑登山车，Ian就一条一条下去研究，自己计算出适合骑登山车的 off-road 长度大概是366公里，占总长度的22%。不过这个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，那之后每个区域分开讲之后，还会再细讲进去。那开头有说到，如果要挤满这81条林道，
可能还需要多准备一台公路车。这是因为最初的林业车道演变到今天，许多路线不再扮演运送木材的角色，而是变成山区的联络道路。清单中大概就有20条是纯柏油的公路。比如进入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大雪山林道，也就是中专一线，还有奥万大连外道路，也叫头专10线，这2条都是柏油路。另外还有许多铺上水泥的路线，就像是乡下的那种农路，或是只剩下非常短的 off-road 路段。这种还剩不到3公里没有铺的路线，或是全铺水泥的林道，就有30条这么多。那这样加加减减，大概就还只剩下30条值得深入研究适不适合骑登山车。那在这30条里面 ，off-road 长度还大于6公里，地点相对容易到达，风景也值得去的，就不到20条了。那讲到这边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想去挤满这81条林道？我个人是已经毫无兴趣了。那再仔细去看这些剩下的林道，大家常听到的名字就会一一浮现。比如说最有名的大陆林道东线，所以其实能骑登山车，值得你开6-7个小时车程来回的路线，就那几条。那这些路线也会在之后分区介绍的节目中细讲。那在下半段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意义，那就不妨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如果能够使用超级感谢的抖内功能，就能给Ian更实际的支持，继续为大家制作有料的登山车节目。Ian在这边就先谢谢大家。那再来跟大家聊聊如何准备去骑这些林道。那所有的准备工作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事前规划，这包括要了解林道本身的路况、崎岖度、爬升量、长度、地势变化、天气、开车距离等等。那首先要知道就是路有没有通。台湾的山势陡峭又常常下雨，所以时常会有塌方。要知道路有没有通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到管理单位去问。那林业署在每一条林道的介绍页面中，都会列出最新的巡查状况，下面也会有管理单位的电话，所以直接打去问是最保险的方法。那天气的话，就是密切注意骑乘前几天还有当天的天气预报。前几天的天气会影响路有没有通，会不会有落石，地是不是湿的。那建议最好不要在连日下雨之后进入林道骑乘，因为通常会有落石的风险。那骑乘当天天气不好，最好就是取消，因为气温低、路滑、塌方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风险。那再来是爬升量、长度、地势变化这3点。那这3个因素会跟体能、补给、骑乘时间有关。你的体能能在 off-road 上面骑多远、爬多少，这些都会要非常慎重的评估。那地势变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像高雄的小关山林道，去程几乎是一直爬，所以回程几乎是一路下坡，相对比较轻松，心理的压力就会比较小。但是如果像大陆林道东线，去程是缓缓下，那如果还想看最尾巴的马达拉溪，还必须多急下海拔200公尺，所以回程几乎都是在上坡。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去程之后，这下又要很费劲的爬回来，所以体力上的评估就要非常小心。那上述这3点也会影响到你会花多少时间来完成，并且因为山区的天气通常过中午就会有变化，所以骑乘的时间不要估得太紧绷，最好是在刚过中午就完成了，并且还要预留1-2个小时的缓冲时间。高山的氧气密度低，温度也低，体能的表现绝对会比平路上还要低，所以多估一点缓冲时间，就可以应付意料之外的状况，比如受伤啊、补给不足，或者是车子坏掉。再来是路面的崎岖度，虽然都是 off-road， 但还是有程度之分。宜兰的五老坑林道有大车在跑，所以路面都是夯实的砾石路，但是里冷林道里面的石块就比较大，甚至还有棱有角，所以你必须先了解路面的崎岖程度，才知道要用什么车去骑比较适合。那如果你是只有一台登山车的朋友，可能就没有这个困扰，但是还是要挑选一下外胎，用了不适合的车去骑，只是会多消耗体力。还有要注意林道的位置，也就是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开车才能够到达。这些林道都是位在深山之中，开车来回最少都是4个小时起跳，去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回程是在消耗掉大量的体力之后开车，这种精神跟体能的状态下，开在弯来弯去的山路上，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。所以开车的距离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评估的因素。那再来就是骑乘当天的准备，包括车辆装备、
人身装备还有补给。车辆装备必须携带最基本的补胎工具、链条工具，还有手工具组，因为这是最常遇到、最简单的维修。没有刹车你还能慢慢骑，但是如果遇到爆胎或者是链条断掉，基本上就只能牵车了。那补胎的工具必须携带随身式打气筒，因为只带 CO2 气瓶，难保不会遇到多次的破胎，或者是气瓶用完了气还打不起来。另外，海拔上升也会造成胎压的变化，有了随身式的打气筒，就可以把胎压调整到适合的程度。那使用无内胎的朋友就要再准备补无内胎的肉条工具。那怎么操作？先在家里试一试，这个很简单，很容易学。那最保险的就是多带一条备用内胎。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许多超轻薄的 TPU 内胎，重量是传统内胎的1半以下。那比如Ian就有使用 WTB。还有 Schwab 的 TPU 内胎，那这个目前在台湾都买得到，可以跟鼎成还有土单车购买，这2个公司的网站我会放在说明处中。那非常建议大家背包都放一条 TPU 的内胎，甚至是2条。那链条工具就包括打链器跟快扣，这个也需要在行前就学好怎么使用，这个都是很简单的操作，网络上都找得到影片可以学。最后是像瑞士刀的手工具组 ，Offroad 骑乘通常都是很颠的，有的零件可能会松动，或是跌倒之后歪掉，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手工具组，尤其注意要有 T25新型扳手，因为这个是现代许多零件的螺栓规格。再来就是人身装备，要注意的是保暖、防雨还有防护。高度每上升100公尺，温度会下降0.4度。那再配合天气预报，你大概就可以估算你需要带多少的御寒衣物。然后衣服最好是能够进行洋葱式的穿脱，因为会越骑越热，但是停下来就要能够马上穿上去。那夏天的保暖问题可能不会太严重，但是如果遇到下雨或是在冬天，就必须防止失温。防雨的外套是必备的，放一件轻便雨衣在背包里也是不错。但是用轻便雨衣的时候要注意，下半身不要搅到后轮里面。那在冬季也要准备一下头巾，上坡是用不到，但是在下坡时候一直吹冷风，到时候你就会很想要有一条头巾了。最后是防护装备，最好能够戴长指的手套，一来是保暖，二来是手掌接触地面的时候可以多一层防护。那依照个人的技巧程度还有路况，可以选择携带护膝，这是为了下坡所做的准备。这些下坡的林道都非常长，速度可以提得非常高。那自我防护的第一步就是不要让车速高到会失控。但是如果真的摔车了，有护膝就可以有效防护膝盖的擦伤。那即使最一般的健行护膝也是可以，至少皮肤不会直接摩擦地面。但是如果真的撞得太用力，直接去卡到石块的，那这种还是需要专业的登山车护膝才有办法扛得住。那至于急救包这个就见仁见智了。Ian跟比较资深的车友自己去骑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带的，因为一般的擦伤在现场我是不会处理的，回家再弄就好了。那遇到骨折这种严重的事故，那急救包也是救不了啦。再来是补给，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偏好，吃的东西以高热量为主，最好是可以小量进食的食物，这样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吃一点，不要撑到最后才吃到泡面，因为维持体力才能保持专注力，这个在下坡的时候尤其重要。那饮水也要准备充足，在夏天的时候更是要注意。那有些林道中间可能会有天然的水源，所以可以在行前规划的时候参考登山客或其他车友的记录，准备简易的滤水器使用，这样就可以减轻一点背包的重量。最后就是骑乘的时候务必注意安全，千万量力而为，不要傻傻的就跟着人家飙，因为在这些深山的林道里，要是摔车发生严重的事故，比如说骨折、脑震荡、大量出血，就会非常危险。一来是山区里大多没有手机讯号，无法对外求援；二来是如果你真的叫到救护车，车程来回动辄5-6个小时起跳。比如之前大陆林道东线的健行事故，救护车从山下的大湖分队开上去，接到人送到医院，救护人员在晚上开了310公里，整整8个半小时的路程，这对救护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。而且这些接近山区的消防队，通常人力跟救护车的资源都很有限，可能只有1台救护车，那一个人就占掉这些急救资源7-8个小时。那相对山下的居民，如果真的也有需要急救，就没有救护车了。所以骑车的人自己可以小心一点，预防事故，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也是让救护资源使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。
因为如果你是要独自骑乘的话，最好有一个留守人，就是把你预计完成的时间提前告诉留守人，并且在完成之后联络留守人报平安。如果留守人在预计的时间之后还没有接到骑乘者的电话，那就可以寻求搜救资源。这样，如果一个人在山里出事无法自救时，也会有人知道要去救援。以上说这么多，简单来说就是求2个字：安全。这些高山林道绝不是郊山的健行步道，必须有所准备才能确保全身而退。那以上就是第1集的内容。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，还麻烦大家帮忙补充修正，并且附上出处。那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当中，就会分区来介绍这些林道。那请大家记得到时收看哦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